在贵州独山的时候，很多人向我推荐去拍一拍水丝楼。从网上看，这个天下第一的水丝楼曾经申报过3个吉尼斯世界纪录。这个水丝楼高 99.9 米，它是静心谷景区的最核心的标志建筑。然而这座宏大的建筑还未完工就要消失了。这次来贵州的独山主要是去看天洞景区，但很多人建议我去拍一拍这里的水丝楼。在独山给我的感受就是，这里有很多大型的建筑，但是都没有完工。据说水丝楼也是一个没有完工的建筑。带着好奇心打了辆车去往水丝楼。这是古城，是开放吗？它是季节性的开，影视城。它是影视城，但是烂尾了。也烂尾了。红色旅游者。一路上发现独山建了不少的旅游景区，但似乎都没有完工。搞得还是挺好看的。山上那雕塑。水丝楼是在一个叫做静心谷的景区里面，离独山县城大概25公里。这个景区非常大，现在必须从北门进入。看这个人造的风雨桥非常巨大，显然这个景区规划得非常高大上。因为很多项目未完工或者重新改造，所以门票只有10块钱。但是景区的交通车往返30元，因为来回大概有7、8公里，所以只能坐这个车。这个景区的名字叫静心谷，非常美的名字。今天的天气不算好，沿途有一大片湖。不过景区的交通车一路上基本都不停，直接拉到奎文阁。这里面还住有一些当地的村民，有不少的茶园。路过一个风雨廊桥，很漂亮，让司机停了一下。这里以前都应该是可以徒步参观的。那不可以上啊。但现在这一片景区已经不允许下车了。景区交通车继续往前开，就路过了著名的水丝楼。但是这个著名的景点不能停车，而且因为某种原因，这个水丝楼要改建成一个当地的大酒店了。只能在车上远远地看一眼。山上还有一座塔楼，也非常漂亮。这个水丝楼前一阶段也曾是网红打卡地，完全跟那个看到的图片不一样。不一样啊，所以他现在在改造嘛，换成其他的结构。所以近期如果来静心谷只想来看这个水丝楼的，就大可不必过来了。这里是不允许下车的，原则上也是禁止拍照的。以后这个水丝楼改造成养心谷大酒店，可以过来住一住吧。但养心谷景区除了水丝楼，还有一些不错的建筑，有一大片宏大的建筑，一起来参观一下。首先是一个风雨长廊，旁边的荷塘里种满了荷花。不过现在水面上的荷叶和花并不多，也没到开放的时节。前面有一大片人工建筑，但是这片建筑并不是随便后期盖的，有一些是保留下来的古建筑。
远远望过去还是非常漂亮的建筑。不过感觉融合了很多派的建筑，加上这些远山近水，整个的风景还是非常美的。所以把这里称为静心谷还是非常贴切的。水中这些栈桥、九曲桥长度很长，所以10块钱的门票并不贵，但是却有30块钱的景区车费必须要。前面就到这一大片的古建筑了。总感觉有一些江南水乡的味道。湖边有不少的吊脚楼，似乎还有一些徽派建筑。也是因为各种原因，现在这里几乎没有游客。这一大片景区都叫做儒园，有很多独立的建筑，有些还非常有名，像奎文阁、有知书院、杨家大院、令公祠等等。湖边一个牌楼，牌楼对面就是令公祠，估计是杨家的。看看令公祠的里面，这些建筑雕梁画栋，还是非常精美的。因为没有请导游，也不知道这些建筑是原来就有的，还是后期翻建的。但这个建筑群非常庞大，而且仅仅是原来规划中景区的一部分。据说这个静心谷景区最早是按照五 A 景区来打造的。这个是大成殿，里面应该是孔子。突然下起了小雨，孔子和他的弟子。看这些建筑与自然山水融在一起多美。这个是杨家大院儿，建筑非常精美。每个房间、阁楼、门板、窗户都有非常精美的雕刻。这个是奎文阁，又是一个非常精美的大建筑。感觉这个建筑应该是原址的建筑，非常漂亮。果然，这个奎文阁建于1873年，里面供奉着不少圣贤。这是清朝著名的书法家诗人莫有之童年时候的书院。这里面好像还有个大戏台，里面院落很大，
所以这些建筑应该以前就是在这里的吧。这个静心谷景区应该还有其他的景点，现在没有开放。这块其实还离核心景区挺近的。又坐上了景区的交通车，前往静心广场。看，这些都是未开放的地方。这个就是静心广场了。虽然今天没有看到令人震撼的水丝楼，但是这个静心谷广场还是挺漂亮的。也希望这个景区尽早重新修好，对外开放。这里是贵州独山的天洞。天洞是一个与神仙约会的地方。这是天洞里的得见如来，一个天然形成的巨大的坐在莲花宝座上的如来佛。今天从平塘来到了独山，特意到这里的天洞景区。这个景区交通非常方便，从独山县城直接有公交车过来。下了车就可以看到远处的独秀峰。这个独秀峰曾是独山的12景之首，徐霞客也来到过这里。天洞景区就在独秀峰的旁边，从路边走到景区的入口大约1公里，沿途都开满了鲜花，像是个小世外桃源。这应该是月季吧。独秀峰旁有很多的小村寨，以布依族为主，这里还有很多的民宿，住在这里是非常方便的。这里是检票口，现在游客很少，请了个导游。姓韦叫我小韦就好了，也可以叫我兰兰。好，谢谢。兰兰是吧？嗯，对。好的。这个洞很大，所以请个导游比较方便一些。那您请看我手指的方向，那里呢一坦平洋，唯独座山峰呢矗立在其中。当地的老百姓呢把这座山峰呢称为独坡，也叫为独秀峰。等于独山县跟这个山还有点关系是吧？嗯，对，独山县城的县名就是以这座山峰而得名的。哦。去洞口还要爬365级台阶。这个位置呢，它就是天洞的最原始的洞口。以前要进去呢，就是从这个小小的口子呢钻着进去。这以前是洞口是吗？嗯，对。现在为了安全呢，已经用水泥封起来了。现在呢，我们所处的位置呢，它就是天洞的第一个洞厅了，天照厅。家里摆的一共是5个大厅，分别是天照厅、天阶厅、天空厅、天佛厅、天恩厅，全长呢一共是2.8公里。我们的天洞呢，它形成是在3亿7000万年前，里面的钟乳石都是千奇百怪。来，我们回头看一下，在我们面前的这尊钟乳石呢，大家看一下，是不是很形似于西方的一棵圣诞树，对不对？在天洞里面，我们也称之为长寿树。那么这只猴子在哪里呢？来，我们找找看。猴子是吗？嗯，对。这个小的吗？嗯，对。还真是。端在上面的那只呢，其实是一只神猴。那么据说这只猴子呢，心性呢非常的顽劣，经常呢下杀扰民。后来猴子就派了他的弟子弥勒，我们往这边看，弥勒在这，这就是他大大的肚皮，看到没？这是弥勒佛。对，就派弥勒佛呢下山看管这只猴子加以修炼。那么经年累月呢，这一猴一佛参佛得法上天庭去了，就留下了他们的时针在这。所以呢，我们把这里的景观称之为弥勒逊猴。好，我们再往弥勒的身后看一下，大家看，在弥勒的身后呢，挺立着一石笋，很形似一座佛塔一样，对不对？我们呢称之为千佛塔。好了，说到猴子呢，相信大家都会联想到孙悟空了，对吧？来，我们再往这边看，这边这一根呢就是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了，定海神针。哇，这洞还真大。好，走到这里呢，我们再看一下正前方，在我们正前方的这一尊呢，我们称之为望夫石。大家看这里呢，就像一位妇女怀里面呢抱着她的孩子，正在等到她的丈夫呢回来，所以呢，我们把它称之为了望夫石。那么其实呢，大家可以把你们的一根手指头比划出来，是不是也像我们的一根手指头一样？是不是？
哦，就食向指和生活大拇指，对，是吧？向生活比个耶哈。哦，还真是。看一下我们左侧前方的这一座石幔，这座石幔呢，它从上到下是没有任何的接洽点的。这里呢，也是我们天洞的10大景之一，一帘幽梦。因为从这里滴下来的水呢，储度呢是比较高，所以呢，使得这一帘幽梦呢也是比较的洁白和漂亮的。我们呢可以再看一下它水里面的倒影，倒影呢也是极为的奇特和美不胜收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我们在拍照的时候呢，一定要连同倒影呢一起拍哈。确实，请个导游讲解得更清楚，而且在里面比较安全。走到这呢，大家可以抬头看一下，这些圆圆的大石头呢，是在发生地壳运动的时候呢，从上面这个位置脱落下来滚到这里的。那我们现在结合旁边钟乳石的造型呢，大家可以发挥一下你们的想象力，尽情的发挥一下。想象一下旁边这个钟乳石的造型长得像海底世界的哪种动物呢？哦，还真是有点像海狮顶个东西是吧？啊，对。好了，现在呢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天洞的镇洞之宝擎天一柱，它呢也是我们天洞呢目前最高最长的一颗钟乳石，目测呢已经有20多米左右高了。哇，真是哎！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它的底座，底座呢就很形似于一个莲花宝座一样，也是非常的漂亮和壮观的，对不对？那么其实这颗擎天一柱呢，它还有一大亮点，待会儿呢我们走到观景台上呢就可以清楚的看到了。看一下正前方。在我们正前方的这一位呢，就是鱼游道人张香风的石像了。我们看一下，上面是他的发髻、眼睛、嘴巴、长长的胡子，下半身呢就是他一个打坐的姿势，是不是？哇，真是，这好大呀，这个，这得有非常的大气，是吧？对，这得有10几20米。再呢，我们再看一下旁边的擎天一柱，大家看一下。上面的滴水点跟下面的石柱，目测还有1米左右的距离呢，才能相接在一起，对不对？那么以钟乳石每年0.11毫米的速度在增长呢，它们2个相接在一起，2万年以上的时间。所以呢，我们把这里浪漫的称为万年之吻，万年之吻。哦。能相接在一起的时间呢，也大约还需要3000年以上的时间。所以呢，我们把这边呢称为千年等一回，也称为千年之约，那边称为万年之约。天洞原名叫神仙洞，里面有5个大洞厅，分别叫天道、天阶、天宫、天佛和天恩。都看过许多的山水名画，真实的山水画呢，尽管很美，但是呢，都是展现在纸上的虚美。现在呢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正前方的洞壁上，这里呢，把纸上的虚美呢，活灵活现的展现在了大家的面前了。来，我们瞧瞧看，这里呢，就是从上而下的潺潺流水，旁边都是连绵不断的群山，这边呢，还有春天的大树。我们再往这边看，还有耸立的群峰，看到没？是不是就是一幅栩栩如生的山水画？里面积超大。好了，走到这里呢，我们回头看一下，大家看一下这个洞口的轮廓，是不是很像一个人的头像一样，对不对？还真是一个大圆脑袋哈。是的，里面这些千奇百怪的钟乳石呢，就像我们人的大脑神经组织，所以呢，我们也把这里呢称之为智慧大脑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已经来到的是第2个洞厅了，天阶厅。来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站在我这个角度看一下我们正前方的这个位置，大家看前方的洞顶是不是犹如一座一座的拱桥一样？下面呢就是小桥流水人家，对不对？这边呢就是万家的灯火了。所以这里的这一番景象呢，它也折射出了我们洞壁上的4个大字：洞天福地，一个修身养性的好地方。像我们正前方的这一块呢，就是一块三生石。三生石呢，它可以预示人的前世、今生以及来生。前世的因，今生的果，后世轮回呢，这些都牢牢的记在了三生石的上面。情定三生的石。这是那个《三生三》电视剧里那个哈。对。3生3世石，情定3生。看一下，这里呢就是女娲娘娘快要造好的人了。走到这里呢，我们可以发现这边有很多的岔洞口。来，我们往上面看。看到没？上面那一个呢，也是一个没有开发的洞。等于这里面一共有8个洞，这其中开发了1个，是吧？是的。来，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，这边呢是遭受到了很大的人为破坏。这里呢也是我们天洞景区呢目前被破坏的最为严重的一带了。要说没被破坏到的话，这些展示在大家眼前就是一个钟乳石森一样的景观以及代表点。
都给切了啊，很多人。被切了。哦，真是，你看这些泡面。对，这边呢就可以近距离的可以看到了。哇，看到这钟乳石里面呢都是晶莹剔透，非常的漂亮。哇，真是，这明显就是人为给弄的，是吧？是的。虽然呢它已经被破坏掉了，但是依然给我们呈现出了不一样的美，所以呢我们把这里呢也称为残缺的美。好，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封神大典了。刚刚呢在前面呢我们已经说了，张三丰、于三平的事，被玉皇大帝知道之后呢，认为他造福百姓，功德无量，就特他为上仙。于是呢就在这里呢跟他开了一个封神大典。我们看一下正上方这位呢就是玉皇大帝，正中间这位呢就是天后赏福的张三丰，旁边这些都是前来参加封神大典的小仙，非常的热闹非凡。好，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天洞的第4个洞厅天佛厅，在我们眼前的景观呢就是得见如来。这里呢也是当地老百姓还有许多游客的一个朝拜圣地。每逢初一15逢年过节的时候呢，当地的老百姓还有许多游客呢都会来这里祈福。好，现在呢大家可以站到我这个角度来，站在这个角度呢，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如来佛祖的五指山。哦，还真是哎。对，这是他老人家的五指山哈。来，上面呢是他的头发，两边呢就是他肥肥的有福气的耳朵了，下面呢就是一层一层的祥云，对不对？那么只要我们观察的再入微一点呢，可以发现其实这两边凹进去的就是他的眼睛，隐约还可以看得到他的鼻梁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我们站在如来佛祖的面前呢，可以暂且抛下心中的琐事，向他老人家许个愿望。所谓眼中有佛，佛在心中，心诚了则灵。这里呢也是我们天洞景区呢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景点。这个天然的如来巨佛真的是太神奇了，头发、手指、莲花宝座都非常的逼真。如果不在洞内亲眼看到这个，很难相信这是一个天然的巨佛。这尊呢是金佛塔，这边呢是银佛塔。我们感兴趣的话呢，可以顺时针绕着金佛塔呢转3圈。1转好运来，2转财运大，3转步步高，转佛塔行大运，想转的都可以转。这边是龙头哈。对，这边是龙的头，那边呢就是龙的尾了。哦，好长。看不到的，所以这就是所谓的神龙见首不见尾。哦。大家看一下，在这些众仙神仙里面找找看，看看哪位是财神爷，哪位是观音娘娘。财神爷在这，这位就是财神爷哈。财神爷。对，正在向你们招手了。这位就是观音娘娘的一个侧面像。哦，好像。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左侧前方哈，在我们左侧前方的就是释迦牟尼佛求到的那棵菩提树了，上面这些都是它茂密的枝叶，下面就是它的树干。哦，好像啊。对的，远远望过去是不是很像一棵高大的树木一样？对，树干。还可以看得到释迦牟尼佛呢，还正在那里一花一世界，一树一菩提，正在那里专心的求道。那么我们都说菩提树下有人家，对不对？我们再往下面看。上面是一座小房子，屋顶、烟囱、拱门，什么都有。虽然看到过很多的溶洞，这个天洞还是非常震撼的。5个洞厅里遍布不同的神仙。好，走到这呢，我们抬头看一下，上面这里呢就是一朵含苞待放的1年雪莲花。那么这朵花是怎样形成的呢？它是在发生地壳运动的时候呢，导致了这2个山体的分裂。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这2个山体呢是已经分裂的。从上面缝隙下滴下来的水呢，就形成了这朵含苞待放的1年雪莲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看到这个景观呢，就是天地纵横。大家看这里的石脉呢比较奇怪，都是倒立而并排生长的，纵横交错，对不对？就像天和地呢就要相接在一起了。那么其实我觉得它更像我们贵州农家，快过年的时候呢，每家每户挂的香肠腊肉一样，非常的接地气，对不对？这5个洞厅可以说把天庭文化淋漓尽展，身处其中，感觉到无限的禅意。道观的千年灵芝。灵芝是吧？对，道观的千年灵芝哈。
好了，现在呢，我们来到的是玉水金盆。那我们都说来到玉水金盆的人可以下去洗3次手。第一次洗手，所有烦恼都顺着水流走；第2次洗手，五湖四海都有朋友；第3次洗手，财富健康样样有。这是最后一个通道了，整个的游览时间大概是2个小时。我们已经在里面做了1天的小神仙了，现在呢，我们就准备回到我们的人间线。那么时光隧道呢，会带着我们一起穿越回到人间，来吧，一起穿越回去吧。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这个天洞的，很有特色。下次有机会可以来这里参见如来。这里是贵州都匀的山木湖，这是山木湖山顶的大地之首。这里的风景太美了。昨天来到了都匀，住在了山木湖边的酒店，200多的房间，非常舒服。酒店周边的景色山清水秀。今天天气不好，傍晚到山木湖边看一看。山木湖就在市区，交通很方便。这边的环境非常好，旁边就是山木湖景区。一早来吃早餐，酒店的自助餐很丰富。今天准备去山木湖景区游览，又赶上了一个不错的天气。从酒店去山木湖景区，正好沿着湖边走几百米。虽然现在山木湖的水不是很多，但也挺漂亮的。湖面上有很多的水榭廊桥，湖面的倒影多美。再往前走，爬个小山坡就到山木湖景区的入口了。山木湖景区是来都匀必去的地方，今天带大家来打卡一下这个网红的游览地。进了公园，沿着山上的环湖栈道，可以看到山木湖的风景，放眼看去，山清水秀。沿途有好几个漂亮的花桥，前面又是个爱心七彩路。半山腰上有个霍比特小屋，有点童话世界的感觉。沿途有很多的网红打卡点，拍照都不错。从这里到山顶，可以选择徒步，也可以选择坐这个飞毯。坐这个飞毯10块钱，还是省了很多力气的。从飞毯上下来，就看到了这个漂亮的粉色迷宫，旁边一个大爱心，我在都匀等你。从这里上去几十个台阶就是山顶了。首先看到的是一片天空之镜，在这里随便拍照都非常美。好，别动。山顶上有租衣服的31套，这个小哥免费给大家拍照。看这2位美女拍得不亦乐乎。别动啊！太高了。再往左转，往那边看啊，把右脚踩上去。红色和白色的长裙都非常上镜。
我也打算到这个云梯上拍个视频。这个云梯看着不高，但是毕竟在山顶，当站起身来，突然有点恐惧，我好像有恐高症了。有点怕呀。最后这层台阶不敢上了。等会儿啊，我有点怕。有点怕。最后还是坐在上面拍了一个视频。还是做这个比较舒服。天空之镜的旁边就是这里的网红景点大地之手。我也是看到网上的视频而被吸引到这里来的。这是一个空中的玻璃桥，被2只金黄的大手托住，四面被群山环绕，景色非常的美。这里被称作大地之手，一起欣赏下。左手望大地，右手握着天，掌纹列出了释放的闪电，把时光匆匆兑换成了年，3000世如所不见。左手捻起风，右手握着剑，也写了下了10000年的看脚下的玻璃桥。看看远处的风景，被手捧在掌心里的感觉。用无人机从空中看一看，能开出一朵莲，莫停歇，给我再念。左手许着愿，右手去写，让我永远记得。大地之手还是非常震撼和上镜的，尤其是今天又几乎是个专场。从大地之手下来，前面还有很多景点，远处可以看到玻璃桥。去玻璃桥可以选择这个滑索，也可以从下面走过去。我还是选择了徒步走过去。这有个恐龙谷，吓我一跳啊！恐龙谷里有很多的恐龙，都是声控的，不小心会吓一跳。Hello。整个山谷中有很多的动物乐园和魔幻世界。握个手。爱丽丝仙境。现在经过了爱丽丝漫游仙境。丛林里仙雾缭绕的。所以没有选择飞索，而是从这里徒步过去，也挺有意思的。从山谷中过来就是玻璃桥，这个玻璃桥长度还挺长的。
从侧面和空中看上去，这个玻璃桥非常的漂亮。从玻璃桥看两边的风景也非常美。整个山木湖的景区既有山水，又有娱乐和人文，还是非常有意思的。景区现在的基础套票是100元，包含了玻璃桥和大地之手，而本地人购买好像是60就可以。另外，这里有些娱乐项目是另外收费的，比如这个魔幻城堡。看一看魔幻城堡里有什么。除了好多恐怖屋，还有这些非常漂亮的五彩缤纷的小房子。在这里拍照都是非常魔幻的。这个镜子迷宫，如果不看地面，还真的比较难走出来。我一般都是用手探索着前方。从魔法城堡出来，这里还有个萌宠乐园。这个动物园都是免费的。羊驼。这个小小的动物园里有10多种萌宠动物，还有表演。看这个羊驼，这些小家伙好像饿着了。如果年轻人喜欢这种刺激运动，这里还有个大通票，几乎包含了所有的娱乐项目。有些娱乐项目还是非常刺激的，像这个非常刺激的七彩滑道，出口还必须经过一个梅花鹿苑。这个大秋千也非常的刺激，不过这些刺激的项目我都不敢尝试了。可以说整个山木湖景区慢慢的玩可以玩一整天。作为都市中集山水和娱乐的景区，这里还是非常值得来打卡的。尤其是山顶这个大地之手非常漂亮。今天很幸运遇到了很好的天气，拍摄时也没有游客。其实如果不是因为疫情的影响，这里一定是游人众多。这个都匀的网红打卡点在去年的这个时候还是人山人海。当时的画面和今天相比，实在是对比非常强烈。也真的希望疫情能够早点过去，旅游业的春天快点到来。最后欣赏一下用无人机拍摄的我在山木湖的大地之手。